绝对不敢相信，人类轻步兵的巅峰战力是在一片仅仅100米的无名土坡上打出来的，没有坚固工事，没有重武器支援，没有后备援军，一个志愿军步兵连硬生生挡住美军全副武装机械化18小时疯狂突围，用血肉身躯封死整条撤退公路。这就是跨步鸭绿江第16集封神名场面。松骨峰阻击战也是让38军一战封神，被彭老祖亲笔加冕万岁军的铁血之战。今天深度拆解这段真实还原历史的血战剧情，看懂这场看似惨烈肉搏背后碾压美军的顶级战术智慧与民族军魂。命令梁兴书，什么都不要考虑，一门心思的向前追歼美军第2师。松骨峰一定要成为美军不可跨越的天堑。是。故事精准定格在1950年11月30日。抗美援朝第2次战役最关键的决胜收口阶段，这也是整场朝鲜战争局势逆转的核心节点。这里先补充第一个关键历史增量：第2次战役的核心战术就是西线迂回包抄，截断美军退路。一旦让美军主力完整撤回南方，志愿军所有穿插、急行军、牺牲付出全部作废，战局会彻底陷入僵持。松骨峰就是锁死10几万美军的最后一道生死闸门。此时志愿军113师刚刚创下人类步兵行军奇迹，全员负重急行军，17小时奔袭140里山路，昼夜不休，不眠不食，硬生生跑赢美军4个轮子的汽车坦克，提前封锁3所里、龙源里2大主干道，彻底切断美军第2师的主力退路。很多观众只知道战士跑得快，却不懂这部战术有多险。这里插入战术解析：113师为了达成绝对隐蔽，全程保持无线电进入，不发一报，不联络军部，甚至主动摘掉伪装茅草，刻意暴露行军队列，利用地形和视觉误差，让高空侦察机误判成南朝鲜溃逃伞兵，完美规避空中轰炸。这是志愿军独有的伪装侦察战术，也是后续松骨峰阻击战能顺利布防的前提条件。Confirmed. These guys look like they haven't slept in days. Guys running away and falling everywhere. They look worse than civilian refugees. No wonder they were barely defeated in Tokchon. I will tell the South Korean army send sorry to prepare some salted fish, rice, hot water for these poor guys. 一步险棋直接锁死全盘战局，退路彻底被断后，陷入合围的美军第2师彻底疯狂。作为美军王牌机械化主力师，他们装备坦克、重炮、轰炸机，拥有绝对的火力压制优势，深知一旦被全歼，西线美军防线会彻底崩盘。于是集中全部残余兵力，疯狂寻找突围缺口。而距离主干道仅120米，地势平缓无险可守的松骨峰无名高地，成为他们唯一的逃生突破口。危急关头，38军112师335团团长范天恩临危受命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片光秃秃的土坡没有山石遮挡，没有战壕掩体，没有天然屏障，守在这里就是必死之局。但他没有丝毫犹豫，即刻派遣1营3连死守高地。这支3连绝非普通连队，剧中隐晦交代的背景至关重要，它是源自平江起义的红军老连队，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飞虎山5昼夜血战，老兵底蕴极强，战士们心理素质、战术素养、拼刺能力都是全军顶尖，这也是他们能以100人兵力硬抗万人机械化部队的核心基础。而他们接到的军部命令只有冰冷沉重的8个字：死守阵地，绝不后退。没有援军，没有补给，没有撤退机会，全员心知肚明，此战有死无生。剧情正式进入血战高潮，美军率先开启饱和式火力覆盖，数十架战机轮番低空轰炸，大量凝固汽油弹倾泻整片高地，瞬间燃起冲天火海，高温烈焰席卷每一寸土地，地面泥土被反复炸翻烧黑。很多观众看不懂汽油弹的恐怖，这里补充实战增量：美军凝固汽油弹粘附性极强，一旦沾到衣物，皮肤无法脱落，普通拍打根本无法灭火，火焰会持续灼烧穿透皮肉。当年无数志愿军战士都是被烈火吞噬牺牲。剧中真实还原了最催泪的一幕，多名战士身上燃起熊熊烈火，他们没有丝毫慌乱扑火，因为他们清楚一旦后退半步，美军就会趁机冲上阵地，整个合围战局彻底崩盘。战士们抱着必死的信念，在火海中翻滚冲锋，依托炸毁的美军坦克、汽车残骸，临时搭建简易防御工事，死死定在阵地上。此刻每一名战士的心里都极致通透，他们不怕炮火，不怕火海，不怕牺牲，唯一怕的就是守不住阵地，放跑敌人，辜负全军将士的牺牲，辜负身后的祖国百姓。短暂轰炸过后，美军依托8辆坦克掩护，开启第1次集团冲锋。